吴飞燕很清楚，吴家人都是有私心的。吴家人分为5支，分管5军都督府，是吴飞燕自己定下的格局。这就像5个分封的王侯，虽然都是天子的臣民，但内心肯定不会将天子的命令凌驾在自己的个人利益之上。所以5军都督府也未必真的在不遗余力地寻找林婉儿。对5军都督府而言，他们也确实不那么在意林婉儿的下落与死活。别看他们都是吴飞燕的后辈，今天的一切也都仰仗吴飞燕，但他们心里很清楚，自己现在的好日子其实是建立在5军都督府的基础上。只要5军都督府还在，就算吴飞燕死了，吴家人依旧可以过人上人的生活。相比之下，吴飞燕活着对吴家人的威胁反而更大，因为吴飞燕做事不惜代价，不计后果，吴家人很容易就会被他的意志所裹挟。林婉儿关乎的是吴飞燕的生死，可如果吴飞燕死了，对吴家人来说并非坏事。5军都督府的上面要是没了天子，那这5军都督府的大都督个个都是皇帝。吴飞燕心里也明白这个道理，吴家人不是对自己的死活没那么在意吗？好，那就让这些家主也尝尝什么叫长生的滋味。吴天林也知道吴飞燕的用意，于是便恭敬地说，属下这边将英主口谕传给5位大都督。吴飞燕微微皱眉，又说，通知3位长老，就说我有事要吩咐他们。吴天林心中诧异，却也不敢多问，立刻恭敬地说，英主稍等片刻，属下这就去通知3位长老。10多分钟之后，3位年近200岁的老者一起行至吴飞燕的寝宫之外。为首的大长老吴柏林恭敬地说，英主，属下柏林与博文、博中求见。进来吧。吴飞燕淡淡说了一句，3人立刻推门而入，不紧不慢地来到吴飞燕的面前，恭敬行礼，参见英主。吴飞燕微微颔首，开口道，今日找3位长老过来，是有几件事要跟3位同步一下。吴柏林立刻恭敬地说，英主您尽管吩咐。吴飞燕逐一看了3人几眼，道，我已经让天林传令下去，整个破清会谁能抓住林婉儿，赏其金银无数，赏其全家100年阳寿。不过以3位长老目前的实力来看，除非找到万古长青丹，或者帮助3位打开泥丸宫，否则的话，我吴飞燕也没能力给3位增加100年阳寿。这件事3位长老就不必费心了。3人相互对视一眼，都不知道吴飞燕这是寓意为何。既然不让他们费心，那把他们叫来说这些又是为了什么？而且要是说到开泥丸宫这件事，3人心中多多少少都有些怨念。毕竟他们闭关100年，只需要再咬咬牙坚持10余年，可能就会先后打开泥丸宫。一旦泥丸宫开，寿命超过200岁，甚至200几十岁也不在话下。可这一切都被吴飞燕打断，那一鼓作气的局面一旦被破坏，再想追回来，可就不是10余年的事了，多浪费个10几20年也是稀松平常。吴柏林脑子反应快一些，他不敢在心中多想，只是上前一步单膝跪地，拱手道，属下为英主办事，从来都是不求回报的，只要英主一句话，我3人自当上刀山下火海，又怎会计较什么得失？恳请英主下令，准许我3人离岛寻找那林婉儿下落。另外2人这才恍然大悟，看来自己闭关闭太久，脑子都不太好用了。当老板跟自己说他没能力给出一个让自己满意的价钱，自己要是不说话或者开口拒绝，那恐怕就触动了老板的逆鳞。当老板说他给不起自己满意的价钱时，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恭维他，并且立刻表态，我为老板做事从来不是为了钱，没钱也是照干，而且还是半点折扣不打的照干。于是他们俩也赶紧表态，齐声说道，属下一心只想为英主效力，不计得失，望英主准我3人离岛。吴飞燕鼻息间轻哼一声，似笑非笑的点头说道，你们有这份心便足够了。抓林婉儿那只小狐狸靠的是巧劲，不是蛮力，让你们去属实有些大材小用了。
吴柏林心思转得快，一听吴飞燕这么说，便大致猜出吴飞燕肯定还有别的事情要吩咐三人，于是他立刻恭敬地问：不知我等还有什么事情能为英主分忧？吴飞燕顺水推舟地说：这些年修炼耗费的灵石丹药数量巨大，天材地宝的损耗也是个无底洞，我想抓紧时间搜集些必备材料，以应对将来之需。只是许多材料不是一般人所能得到，所以便希望三位长老出去游历一番，看看能否有所收获。若是找到灵石，原则上我不干涉；若是找到法器，三位也可以自己留着。只是那些万年难得一见的炼丹材料，你们留着也没什么用处，拿回来给我，我炼制成丹药之后，可分你三人5成。这世间有许多至宝，修为达不到的人是很难得到的，尤其是那些普通人去都没去过的地方，见都没见过的奇珍异兽。若是遇到古早修士死前留下的阵法，将其破除之后，说不定会有天大的机缘。只是吴飞燕生性多疑，再加上破清会如此大的家业摆在这里，他不敢自己一人出去寻找机缘，所以便打算将3大长老分散出去，让他们去代替自己寻找那些机缘。法器、灵石，他确实不太在乎，他真正在乎的是高等级丹药的丹方以及原材料。他从未传授过吴家任何人炼丹之术，所以包括3大长老在内，就算得到了丹方盒的材料，也不可能炼得出来。所以只要他们能找到这些，并将其带回，自己就能炼制大量的丹药。他心里清楚，如果迟迟得不到百转千回丹，后面这100年自己一定要封魔的，那自己得让吴家这些后人跟自己一起封魔，否则的话，破清会定然会跟自己貌合神离。让吴家人封魔不难，钱和地位他们都有了，能拿捏住他们的就是寿命。如果有大量的丹药，就能让吴家现在的领导层停止迭代，从而让现在这些领导层对自己忠心耿耿，让他们多享受几十年的权利以及人生巅峰状态，他们一定会无限沉迷其中。这就是一个几十年的养蛊计划。几十年后，当五军都督府的吴家领导人都到了100多岁高龄，他们对自己的依赖只会更强，因为一旦自己有事，或者一旦自己断掉他们的丹药，他们必死无疑。这样一来，他们就和自己面临一样的处境，自己要是活不了，就把这世界掀个天翻地覆，他们要是活不了，也一定会愿意陪着自己彻底疯魔。